上周5月20号，埃隆·馬斯克起訴 OpenAI 和山姆·奧特曼的那個案子被徹底駁回了。這場官司的來龍去脈，上周那期我們專門拆解過。今天我們要聊的是，這個判決在48小時之後，引發了一場震動全球資本市場的連鎖反應。而這場反應的真正受益者，不是奧特曼，也不是馬斯克。僅僅48小時之後，5月22號 ，OpenAI 聯合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通過保密通道，火速地向美國 SEC 提交了 S1 招股書。近300頁的招股書，複雜的財務審計和關聯交易，怎麼可能在48小時內完成呢？這份文件早就鎖在華爾街投行的保險箱裡了。奧特曼和他的律師團隊就像拿着秒表在算時間，只等法官落槌，趁馬斯克還沒來得及上訴的窗口期，把生米煮成熟飯。這是金融史上最精密的手術刀式的操盤。就在這條消息傳出後，你猜全球資本市场裡誰的股票漲得最瘋呢？不是微軟，也不是英偉達，是遠在太平洋彼岸東京交易所裡一家叫軟銀的日本投資集團。短短5個交易日，軟銀股價暴漲了 40%， 市值突破了40萬億日元，創下了歷史新高。各位，軟銀這家公司一行大模型的代碼都不寫，一張 AI 加速顯卡都沒有，他憑什麼借着 OpenAI 的東風，成了這波 AI 狂歡裡紙面財富膨脹最猛的玩家呢？如果你手裡有美股，或者你在 AI 行業打工創業，今天這期視頻說的是跟你的口袋直接相關。你可能覺得這還不簡單嗎？軟銀投了 OpenAI， 佔了大約 13% 的股份，按8500億到1萬億美元的估值算，賬面浮盈超過了650億美元，股價當然要漲。但如果你只看到這一層，那你完全低估了這場資本局的危險程度，也完全沒看懂華爾街現在到底在玩什麼遊戲。我們先來看一個反常識的細節。OpenAI 這次遞交的招股書藏着一個足以讓傳統估值邏輯完全失效的條款。OpenAI 現在的公司架構叫特拉華州公共利益公司，簡稱 PBC。在傳統上市公司裡，董事會最大的責任就是幫股東賺錢，不賺錢，股東可以起訴你。但在 PBC 的架構下，特拉華州法律賦予了董事會一個特權，他們必須在股東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做平衡。具體到 OpenAI 身上，這意味着什麼呢？如果明天 OpenAI 開發出了一個能賺500億美元的超級大模型，但公司的安全團隊覺得這玩意有失控的風險，那麼董事會不僅有權利，而且有法定義務直接把這個模型鎖進抽屜裡，1分錢都不賺。而且你作為股東，傳統的信義義務訴訟路徑在這裡很難走通。法律賦予了他們做出這種決定的正當性。華爾街是一幫什麼人呢？是一幫為了利潤可以把靈魂賣給魔鬼的人。現在要幫機構投資者拿8500億美元的真金白銀去買一家隨時可以合法犧牲掉股東利潤的公司的股票，這在人類金融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資本實驗。但是這麼奇葩、這麼撕裂的架構，還要面對 SEC 嚴苛的關聯交易審查，奧特曼為什麼非要在這個節骨眼上冒着巨大的破發風險火速的敲鐘呢？因為有人比奧特曼更着急，那個持有 13% 股份的最大外部推手孫正義，他的頭上正懸着一把倒計時的鍘刀。這不是說奧特曼沒有自己的算盤，但孫正義的400億貸款讓上市從可選項變成了剛性節點。時間撥回2個月前，今年3月底，軟銀做了一件
震驚整個全球信貸市場的是，他們找摩根大通、高盛，還有日本的3大商業銀行，簽下了一筆高達400億美元的貸款。注意這筆貸款的2個致命定義：第一，叫無擔保過橋貸款，軟銀沒有拿任何的實物資產做抵押，純靠自己的信用臉面，硬生生的借出了400億美元的現金。這就好比一個富豪直接刷信用卡套現了400個億。第二，這筆錢的期限只有短短的12個月，到期日期寫得清清楚楚，2027年3月底。這筆錢借出來去哪了呢？4月初 OpenAI 完成了那輪超過1200億美元的世紀大融資，亞馬遜投了500億，英偉達投了300億的算力，而軟銀實打實的掏出了300億美元的現金，留給孫正義的時間不到1年。如果 OpenAI 不能在今年順利上市，鎖定那8500億的超高估值，軟銀到了明年3月底，連這筆高利貸的本金都還不上。這是一場慘烈的資產負債表保衛戰，不是什麼 AI 時代的順勢而為。聽到這兒，稍微懂點美股的朋友肯定有一個大問題要問：就算 OpenAI 今年底真的成功上市了，美股可是有180天的新股禁售期，大股東半年內一般都不准賣。就算軟銀賬面上賺了650億美元，那也是紙面富貴，他怎麼可能拿半年後才能賣的股票去還明年3月底到期的債呢？這個問題問到了整件事最核心的地方。散戶對 IPO 最大的誤解，就是以為大股東只有賣出股票這一種套現方式。但在最頂級的金融工程裡，孫正義要的根本不是什麼現金退出，他要的是估值背書。禁售期確實不讓你賣，但法律從來沒有規定不讓你抵押，這是2條完全不同的法律軌道。而且有一個關鍵的前提，銀行要認可你的資產估值。還沒上市的老股，銀行打折打得非常狠，這就是 OpenAI 必須先上市，先獲得公開市場定價的根本原因。咱把視線拉回2023年，軟銀把 ARM 推向美股上市的時候，他們是怎麼操作的呢？你去翻看 SEC 官方存檔的 ARM 招股說明書，會發現一份特殊的豁免條款。軟銀作為絕對控股大股東，在跟高盛這幫承銷商談判的時候，把允許大股東質押股票的特權直接寫進了合同裡。上市成功後，軟銀轉頭就把手裡還在禁售期內的 ARM 股票質押給了一個由數十家全球金融機構組成的銀團，搭出了一個保證金貸款的融資池子。截至去年底，軟銀靠着抵押 ARM 的股票，從銀行手裡抽出了高達200億美元的現金，這就叫不賣只押。只要市場承認你的資產值1000億，哪怕你不賣，銀行也願意按2-3折的安全線，立刻給你幾百億的現金。現在，同樣的劇本正在 OpenAI 身上重演。軟銀已經在跟銀行緊急磋商，他們想用手裡還沒上市的 OpenAI 老股做抵押，申請新的保證金貸款，替換掉那筆快到期的過橋貸款。所以孫正義必須逼着 OpenAI 去敲鐘。一旦敲鐘，1級市場的盲盒就變成了2級市場的硬通貨。那650億美元的賬面浮盈，立刻變成了向銀行质押借款的最強背書。但故事到這裡還沒完。為什麼孫正義非要把 OpenAI 的估值推到8500億甚至1萬億這麼誇張的地步呢？5000億不行嗎？不行，因為在孫正義的脖子上還套着第2根繩子，標普全球評級的35%生死紅線。軟銀內部有一個核心財務指標叫 LTV， 也就是貸款價值比。
淨債務除以資產股價價值，軟銀自己算出來的 LTV 只有 18%， 看起來很健康。但全球最權威的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根本不認這個賬。標普的邏輯很冷酷，你抵押股票借出來的那些保證金貸款，如果哪天股票暴跌了，你為了保住控制權，肯定得拿現金去補窟窿。所以標普把這些隱性的債務全給你加了回去。按標普的算法，軟銀現在的 LTV 已經逼近了 33%。標普的報告裡寫得清清楚楚，如果 LTV 超過 35%， 就立刻下調信用評級。軟銀現在的評級是 BB 加，俗稱垃圾級最高檔。只要再往下掉一檔，軟銀在國際市場上發債的利息就會呈現指數級的爆炸。他們最近發的一筆美元債，票面利率已經被迫的定在了創紀錄的 8.5%。LTV 等於債務除以資產估值。債務這個分子，因為那400億的過橋貸款已經膨脹到了極限。孫正義想把 LTV 壓在 35% 紅線以下，唯一的辦法就是拼命的做大分母。只要 OpenAI 的估值衝上1萬億，只要 ARM 的股價繼續狂飆，軟銀手裡的資產總盤子就變大了。分母一變大， LTV 就降下來了，標普就不會降級，軟銀就能繼續以相對正常的利息借錢。這就是為什麼彭博智庫的分析師說 ，OpenAI 的 IPO 對軟銀來說根本不是一次風頭退出，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資產負債表修復手術。那孫正義借這幾百億，最終要幹什麼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你得先接受一個前提：孫正義從一開始就沒打算靠退出來還錢，他打算靠贏下整個時代來還錢。代號 Izanagi， 不知道我這個讀法對不對啊？他是日本神話裡的創世之神。孫正義對外喊出的口號是要籌集1000億美元，打造一個徹底不依賴英偉達的 AI 底層基礎設施。很多人以為這只是在畫大餅，但如果你仔細梳理過去幾個月軟銀在產業底層的動作，你會發現這頭巨獸的物理骨架已經完全拼齊了。孫正義手裡握着3張底牌，業內叫它龜3位一體。最底層是 ARM， 過去35年 ARM 一直保持着絕對的中立，只賣芯片的架構圖紙，不造物理硅片。這就好比一家設計院，圖紙只賺2-3塊錢的專利費，真正蓋房子賺大錢的是英偉達，是高通。但在今年3月 ARM 徹底的業界了，它正式發布了一款高核心數的 AGI CPU， 實打實的物理硅片，採用台積電的最新製程。聯合開發者和首發客戶就是扎克伯格的 Meta。ARM 的 CEO 已經放出話來，以後要在每個服務器插槽上賺500到2000美元。以前的 ARM 是賣別墅圖紙的設計院，一張圖紙賺2塊錢。現在他開始自己帶包工隊建別墅賣現房了，一棟要賺2000塊。光有 CPU 還不夠， AI 計算需要加速器。軟銀在過去1年裡接連揮舞着支票本，先是花了65億美元吞并了做服務器芯片的 Ampere， 接着抄底前資收購了曾經的 AI 芯片獨角獸 GraphCore， 並在今年5月秘密注入了超過4億美元現金，直接保住了他們下一代 AI 計算單元的流片管線。ARM 出底層架構， Ampere 出服務器肌肉， GraphCore 出另一條路線的 AI 計算大腦。然而孫正義下了一步最狠的棋，他把一個在英偉達幹了整整7年的人，也就是 ARM 的 CEO， 直接提拔成了軟銀集團國際的 CEO， 統帥這整套龐大的半導體矩陣。
這根本不是風險投資，這是在搭建一套完全脫離英偉達 GPU 的獨立工業體系，而且操盤的人就是那個最清楚怎麼打英偉達的人。硬件拼齊了，但要讓這些芯片真正的跑起來，需要天文数字的算力中心和能源。這就引出了這場大局裡最精彩的地缘政治博弈。軟銀聯合 OpenAI 規劃了5000億美元的算力基建，項目代號 Stargate， 錢從哪來呢？中東，阿聯酋的國家級基金 MGX 直接掏出了數十億美元入集。但中東土豪的算盤打得很精，他們願意砸錢買算力，但絕對不會把芯片製造廠這種高風險的爛攤子接回中東。沙特的主權基金甚至直接解雇了負責半導體製造的高管，明確表態：我們只投數據中心這種收租金的基建，不碰晶圓廠。這就把孫正義逼到了牆角。中東有錢，但不願建廠；美國有地，但電網容量早就被 AI 抽乾了。1000億美元的算力中心，去哪找足夠穩定低碳的電力呢？於是，在今年5月，孫正義火速飛往巴黎，直接坐到了法國總統馬克龍的談判桌前。他看中的是法國全歐洲最豐富、最穩定的核電基礎設施，核能不受天氣影響，低碳，能提供龐大穩定的基礎電力，是前天後運行超大規模 AI 算力機型的唯一解。技術靠英國的 ARM， 資金靠中東的石油美元，能源靠法國的核電，算法靠美國的 OpenAI。 孫正義不是在挑賽道，他是在用極致的槓桿強行買下整條 AI 時代的收費公路。從任何一個單獨的維度來看，這台跨國戰車都顯得幾乎堅不可摧。ARM 的技術壁壘是真實的，法國的核電站是真實的， OpenAI 的用戶和營收也是真實的。但孫正義曾經玩過同樣的遊戲，並且差點把自己玩死。我們把時鐘撥回2019年，那時候的孫正義手裡揮舞着近1000億美元的願景基金17，在硅谷所向披靡。但很少有人知道，這1000億美元裡藏着一顆致命的毒藥。當年軟銀為了說服中東主權基金掏錢，把基金裡大約400億美元的外部資金設定成了優先股，而且帶着7%的固定年化票息。這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軟銀每年就算什麼都不幹，也必須硬掏出28億美元的現金去給中東土豪付利息，這就叫自我槓桿。這28億美元的硬性債務，就像一根不斷收緊的絞索，逼着軟銀徹底喪失了風險投資該有的耐心。那些燒錢擴張的初創公司根本不可能產生這麼多的現金流，那怎麼還錢呢？只能靠財技。軟銀被迫的把初創公司的估值一輪一輪的往上推。最極端的例子就是 WeWork， 一家做二手房東的共享辦公企業，硬生生被軟银用科技股的乘數推到了470億美元的今天估值。估值一高，賬面福音就好看。軟銀轉頭就拿着這些高估值的資產去向銀行抵押借錢，拆東牆補西牆的付利息，但紙包不住火。當 WeWork 去公開市場 IPO， 試圖把這470億變現的時候，華爾街機構一看招股書，錢都氣笑了。堆積如山的長期租賃負債，連單門店都做不到盈虧平衡，上市直接流產。隨後就是史詩級的估值血洗，在短短的10個月裡， WeWork 從470億垂直墜落到了80億，縮水83%。這一跌引發了致命的連鎖反應，也就是金融學裡的保證金追加傳染。你抵押給銀行的資產縮水了80%，銀行可不管你什麼 AI 信仰、科技願景，直接打來電話
要麼拿現金補倉，要麼我沒收你的股票，直接搶平。為了填補這個深不見底的黑洞，軟銀單季狂虧了234億美元，直接創下了日本企業史上的最高虧損記錄。什麼概念呢？差不多是豐田汽車整整1年淨利潤的3倍。孫正義甚至被迫的含淚割肉，用實物交割的方式徹底清倉了歷史上最成功的一筆投資阿里巴巴，才勉強保住了一條命。這套被稱為順周期槓桿的玩法就是這麼冷酷。晴天的時候他拼命借傘給你，讓你覺得自己無所不能。一旦下起雨，他不僅把傘收走，還要連你的房子一起沒收。現在你再回過頭來看今天的 Izanashi 計劃和 OpenAI 的 IPO， 這次的資產質押比當年的 WeWork 要扎實得多。今天的 OpenAI 年營收已經超過了100億美元，不是概念遊戲。但這不是押沒押對的賽道的問題，這是這套槓桿遊戲輸不起的地方。只要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結構本身就會把損失放大到原本的好幾倍。只要美國的反壟斷監管盯上 ARM， 只要 OpenAI 上市後遇到一次美股的大調，估值回調 20%， 只要法國的核電數據中心因為環保抗議延期1年量產，任何一環失算，這個靠市值抵押轉動的龐大槓桿都會反向加速崩塌。面對這台在懸崖邊前速狂奔的萬億資本戰車，我們這些普通人在這個鏈條裡到底扮演着什麼角色呢？這台萬億資本機器之所以能轉動，需要持續有人相信估值，相信增長，相信 AI 的未來。2026年下半年，這場由 OpenAI、SpaceX 領銜的密集 IPO 大潮，是在告訴你一個殘酷的真相：當世界上最聰明的錢開始急着把一級市場的信念兌換成二級市場的流動性，不再繼續留在牌桌上壓住的時候，你應該想清楚自己站在哪一層。如果你是科技股和美股的投資者，不要被 AI 信仰裹挟着去做盲目的多頭。如果你是因為 FOMO， 因為害怕錯過，而不是基於對公司價值的獨立判斷而買入，那你很可能是在為巨頭們的資產負債表提供流动性。公開市場的普通投資者，往往是在不知不覺中成了超級權貴置換底層抵押物的對手盤。如果你是科技行業的打工人或者創業者，請放棄對套壳 AI App 一夜暴富的幻想。你看懂了軟銀和中東土豪這1000億美金的流向，就會明白 AI 時代的財富和潛力正在向最重最底層的物理基礎設施集中。芯片架構、液冷服務器、核電站、主權數據中心，跟着最硬核的資產走，才是未來3年高薪崗位和真實預算的方向。財富在敲鐘的那一刻，從來沒有被真正的創造出來，它只是被重新分配了。而孫正義可能是這個時代最清楚這一點的人。這裡是明月3000里的頻道，我們不預測股價，我們只帶你用科技事件看透商業邏輯與資金流向。咱們下期再見。